乌军再度击落俄苏34，俄军一周损失7架战机，着实有点惨了。俄军发动大量进攻行动，乌军24小时击退数十次攻击。普京的下一个目标是哪里？英军潜艇试射3叉戟导弹再度失败，这件事有点尴尬。本期影片，火力军将为大家带来全球最新战报，精彩资讯即将开始。乌克兰空军司令奥列舒克中将在电报发布消息表示，击落1架，我们需要继续努力。俄军苏34飞行员已经加入永恒飞行兄弟部队。显然，又有1架苏34战机被乌军收藏了。不过，奥列舒克这则消息并没有透露更多细节，而乌克兰空军发言人也仅仅对外表示，这是在东部方向击落的战机。另外，在这架苏34被击落的当天，乌军还在哈尔科夫、皮德罗夫斯克、扎波罗热以及顿涅茨克等地区拦截俄军10几架无人机，并在波尔塔瓦击落1枚 KH-59 巡航导弹。上周末，乌军击落3架苏34和1架苏 35S， 在星期一当天又击落了1架苏34和1架苏 35S， 加上这架苏34，乌军在最近1周内已经击落俄军7架战机。同时，这也是俄空天军入侵乌克兰之后损失最惨重的1周。其中，苏34战机曾被认为俄罗斯最好的战斗轰炸机，配备了先进传感器、航空电子设备以及精确武器，同时也是俄军最昂贵的战机之一，单价达到3500万美元。而苏 35S 则是侧卫战机中的中级改进型。俄罗斯表示，苏 35S 至少能达到4代半的水平，并对此对外表示，综合性能超过美制 F-15E 打击鹰与 FA-18EF 超级大黄蜂，结果在战场上不堪一击。值得注意的是，在阿夫迪夫卡战役中，俄军大量出动苏34战机，向乌军阵地发射了大量的 FAB 滑翔炸弹。这些经过加装套件之后的炸弹，射程可以达到60公里，可以在乌军野战防空拦截范围外进行发射。根据公开的消息，俄军曾在短短数天内向乌军阵地投掷了超1000枚500公斤以上的重型滑翔炸弹，这也是在阿夫迪夫卡战役后期乌军损失比较大的原因。但如今乌军多次击落苏34，显然乌军在后撤阵地后迅速吸取了作战经验，加强了爱国者等远程防空系统的前置部署，一次次成功猎杀俄军战机。同时，乌军也在改进捕捉俄军发射滑翔炸弹战机的能力，所以才能取得这么多的战果。再这么搞下去，难保俄空天军不会走上黑海舰队的道路。在乌克兰防空发力的同时，海马斯也没闲着，又对俄军训练场发动袭击。在2月20日，位于顿涅茨克地区的俄第39近卫摩步旅的军事基地遭到乌军海马斯的打击，造成俄军至少60余人阵亡。在袭击发生时，该旅下属一个营正在集结列队，等待俄军东部军区第29集团军司令奥列格·莫伊谢耶夫少将的训话。没等来将军，却等来了乌军的海马斯。这个场景有点熟悉，此前火力军曾报道过相同的事件，事件过程堪称完美重现。在阿夫迪夫卡战事结束之后，俄军开始整备攻势。根据媒体报道，在2月20日，乌军击退了数十次进攻，并且俄军还发动了大量空袭行动。此前，泽连斯基就表示，俄军正在利用北约援助空窗期对乌克兰发动进攻，战场形势非常严峻。美国媒体表示，在阿夫迪夫卡取得成功之后，俄军正在同时向5个方向进行推进，包括马林斯基、克雷明纳、巴赫穆特、阿夫迪夫卡以及拉波廷等方向。此外，俄军为了占领更多领土，还在马里乌波尔附近集结了4万兵力，库皮扬斯克与莱曼附近也有11万兵力驻扎。那么截止目前，俄军实施战役进攻的情况究竟是怎样的呢？目前来看，俄军确实在多个方向发动了进攻。北部库皮扬斯克方向，在俄军第47坦克师拿下塔巴耶夫卡后，便开始逼近皮什恰内。目前的交战重点已经转移到了热列别奇河畔的特尔尼。阿特穆斯克战线，俄军确实呈现了多路进攻的态势。北方舰队第20摩步旅进攻波赫丹尼夫卡，第98空降师进攻伊万尼夫斯克。此外，还有消息称，
俄军正在利用精确制导弹药轰炸恰索夫亚尔，似乎想恢复阿夫迪夫卡战事的意图。而在阿夫迪夫卡方向，乌克兰为了保存有生力量，撤出了这座城市，剩余殿后的兵力遭到了俄军的围剿。位于阿夫迪夫卡西部的一个定居点也被俄军拿下。目前，俄军已经开始逼近奥尔洛夫卡，乌军将被迫重新集结并重新分配其部队，以沿克拉斯诺霍里夫卡、塞利多沃线进行防御。如果双方没有新的动员阶段，就不可能取得战略突破。而在马林卡方向，俄军已经开始逼近池塘最西侧，接触乌军第2防御地带。南部的俄军也开始逼近博别达，这是马林卡到弗勒达道路上的一座小村庄。不过俄军并没有发动进攻。最后就是罗伯基涅的战斗了。俄军在2月17日重新发动了对罗伯基涅的进攻。当时乌军刚刚撤离阿夫迪夫卡，目前战斗已经在村庄西侧展开，只不过这座村庄早就被炸平了，想要依托村庄作战还是有些困难了。火力军暂不清楚俄军会在这里进行什么样的战斗。从目前局势来看，俄军确实发动了进攻，但并不是全方位的，反而是分了主次。按照重要性来说，应该是阿夫迪夫卡、马林卡、阿特姆斯克、罗伯基涅以及库皮扬斯克。其中阿夫迪夫卡的战斗可能还将持续1个月的时间，马林卡与阿特姆斯克一直处于战斗状态。至于罗伯基涅，俄军刚开始恢复进攻，战斗烈度还有限。至于其他方向，战斗烈度同样是比较低的。这并不是俄军不想进攻，主要还是因为后勤方面。按照俄军现有兵力与后勤能力来看，最多只能进行一个方向上的主攻，以及进行另一个方向的策应。至于其他方向，那就有心无力了。所以5个方向同时发动大规模进攻，开战初期的俄军应该还能做到。现在的嘛，基本没什么可能了。而在扎波罗热方向，俄军缺乏可以实施战役保障的主要运输线，环亚速海铁路要到6月份才能通车，至少也要到那个时候，俄军能做出进攻扎波罗热的准备。毕竟春天到了，乌克兰战场也即将变得泥泞。在这种情况下，俄军重型装甲的威胁也将减弱。目前来看，在环亚速海铁路通车之前，阿特穆斯克与马林可最有可能成为俄罗斯新的进攻方向。至于阿夫迪夫卡，已经基本算是处于尾声了，这里就不多说了。之所以会推测这2个方向，首先是在这2条战线上，俄军补给是做得相对较好的。阿特穆斯克可以依托卢甘斯克到波帕斯纳亚的铁路线，而在战线持续推进后，阿特穆斯克还能充当作战基地。另一方面，俄军在这2条战线上的兵力条件相对要好一些，尤其是瓦格纳雇佣兵在这边是有集结的。这也是为何火力军觉得俄罗斯对这2个方向有想法。另外，2条战线同时发动进攻也更有把握一些，取得的战果还能直接用在顿涅茨克地区，甚至是乌克兰东部的最终胜利。所以火力军才会觉得俄军在这2条战线发动行动是最有可能的。恰索夫亚尔这本就一个堡垒地形，而且中间高，四周低，后面还有阿特穆斯克作为补给中心。如果被俄军占领，那乌军可能将面临俄军向斯拉维扬斯克湖线的不断进攻。如果去打弗勒达的话，也能进一步拓展顿涅茨克的防御纵深，同时还能对库拉霍沃与科斯强季诺皮利形成威胁。一旦俄军突破这道防线，乌军位于顿涅茨克西部的重镇，也就是红军城，将会遭到直接威胁。从这里来看的话，俄军无论从进攻任何一个方向取得的战果都将非常明显。随着阿夫迪夫卡战事的结束，俄军下一步进攻方向迟早会水落石出的。另外，火力军猜测，俄军目前之所以会在多个方向行动，可能就是在隐藏真实的意图，甚至有可能是在试探乌军各条防线的强度，最终选择一条可以推得动的防线。所以，对于俄军接下来的行动，乌军要更加小心才可以，莫要被俄军突破重要方向。与此同时，北约方面的军援也该跟上了。乌军急缺军援，特别是弹药和远程武器方面。此前就有法国专家表示，如果想让乌克兰获胜，那就只有2个选项。首先就是各国在北约的监督下，只保留少量火炮、弹药以及坦克等装备，其余全部援助给乌克兰，使乌军能在战场上对俄军形成优势。另一个就是欧洲重新开辟弹药生产线，并调整进入战时状态，
这样才能满足乌克兰在前线的消耗。看看丹麦就行了。2月18日，丹麦首相梅特·弗雷泽里克森宣布，将会把该国的所有火炮捐给乌克兰，帮助乌克兰抵抗俄军。同时，弗雷泽里克森也呼吁其他国家将本国用不到的武器全部援助给乌克兰。根据欧洲媒体2月21日报道，来自多位知情人士的消息表示，伊朗已经向俄罗斯援助了大量弹道导弹，其中包括佐勒法加尔在内的法塔赫110系列导弹，数量达到400余枚。其中一名知情人士表示，在去年年底，伊朗就与俄罗斯分别在德黑兰与莫斯科会晤，最终敲定一项协议，从今年1月份开始向俄罗斯运送导弹。截至目前，伊朗至少已经向俄罗斯运送了4批导弹，未来还将运送更多批次。针对此事，伊朗国防部拒绝置评，俄罗斯国防部也没有进行回应。其实，在去年10月份，联合国针对伊朗武器出口的限制就已经到了期限。不过，美国与欧盟保留了针对伊朗弹道导弹出口的制裁，因为担心伊朗向俄罗斯提供导弹。但是，俄罗斯还是获得了400余枚伊朗导弹，包括法塔赫110与佐勒法加尔。其中，法塔赫110射程可以达到250公里至300公里，这是中东地区的明星武器，在伊朗政府军与革命卫队中大量装备，并多次参与实战。此前，伊朗就曾利用这款导弹袭击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也门胡塞武装也曾向以色列南部发射过法塔赫110，并且还曾用于反舰作战，袭击红海海域的商船与军舰。而佐勒法加尔导弹最大射程可能达到700公里，远超俄军现役的伊斯坎德尔 M 战术导弹，势必将增强俄军袭击的范围。不仅如此，北约最担心的还是双方达成相互转让武器的协议。如果让伊朗获得俄罗斯的先进装备，很可能会对正在进行的加沙战事造成影响。此前，乌克兰因为伊朗向俄罗斯提供无人机，已经进行过多次指控。在去年10月份，乌克兰国防部长库列巴就表示，俄军正在利用伊朗制造的见证者136无人机对乌克兰境内进行袭击。在去年12月份，乌克兰空军表示，俄罗斯至少向乌克兰发射了3700余架伊朗无人机。此前，伊朗向俄罗斯提供的400余枚弹道导弹可不是一个小数量，对乌克兰的威胁远超见证者136无人机。这么庞大的数量，外界也在猜测伊朗是怎么将其运过去的。通常来说，体积比较大的弹道导弹，尤其是连同发射车一起出口的大型武器装备，都会采用2种运输方式，也就是空运和海运。如果伊朗选择了空运，那可能是将导弹系统拆成3件，以便放入尺寸有限的运输机或舱内，等到了俄罗斯境内再进行组装。如果伊朗选择海运的话，那就比较简单了，因为海运的运载能力更强，导弹和发射车不需要进行拆卸，只是相对来说没有空运的速度快而已。所以火力军猜测，伊朗应该采用了空运与海运双管齐下的方式，因为外界都盯着这2个国家呢。多一种运输方式也会更加安全。除此之外，伊朗与俄罗斯之间还拥有天然的战略运输通道，也就是里海。在苏联时期，里海只有2个沿岸国家，也就是苏联和伊朗。在苏联解体之后，里海沿岸多出了阿塞拜疆、土库曼斯坦以及哈萨克斯坦3个国家。而这3个国家对海运这件事是否知情，目前还不得而知，只能寄希望于美国与北约，希望他们能对这里增加监测。根据媒体2月21日报道，英国再度试射了3叉戟2型导弹，但试射失败了。这对英国皇家海军来说是一个比较尴尬的打击。此次试射3叉戟导弹的平台是英国装备的先锋级核潜艇。目前英国共装备了4艘本级核潜艇，可以搭载16枚3叉戟导弹。无论何时，英国总有1艘核潜艇在海上执行任务，以阻止俄罗斯等国家的核威胁，并准备在最坏的情况下，以及英国和其他盟友遭受核攻击时做出反应。在去年10月份，英国派遣先锋号核潜艇前往美国进行演示和试航训练，为今年导弹试射任务做准备。正常情况下，在试射过程中，3叉戟导弹会在发射管的高压蒸汽作用下离开水面，然后迅速点燃第1级火箭助推器，将导弹加速到18马赫的飞行速度，最后飞向6000公里外的既定目标。这对3叉戟来说只是一次非常简短的飞行，
因为三叉戟的实际射程至少是试验需要的2倍。但让人没想到的是，试射的三叉戟导弹第1级火箭助推器点火失败，使得这枚装有假弹头、重60吨的导弹坠入大西洋并沉入海底。当时先锋号正处于海面以下，所幸没有被坠海导弹砸中。在试射失败后，英国军方也立即展开搜索行动，从海底将导弹打捞出来，防止三叉戟导弹的机密技术外泄。这也是英国试射三叉戟导弹的第2次失败。在2016年，英国就试射了1枚三叉戟导弹，但在升空之后偏离预定航向，朝着美国本土飞去。也幸亏操作人员及时启动了自毁程序，要不然英国就说不清了。针对此次试射失败，英国国防部表示，先锋号早就证明了海上威慑力量，只是在测试过程中出现了异常情况。出于安全考虑，无法向外界透露更多信息。但是英国的核威慑绝对没有问题，并指出三叉戟导弹系统是世界上最可靠的武器系统之一，已经成功通过近200次测试。不过火力军想说一句话，三叉戟总共失败了2次，还全是英国进行的试射，想必英国内心也不好受吧。好了，关于本期资讯就到这里了，各位有什么想讨论的，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我是火力军，下期再见。